大家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当我们刚入佛门时，看到有人会背心经，会升起赞叹；当只会背心经时，看到有人会流利地背诵大悲咒，很是羡慕，于是发心背诵大悲咒。当会背诵大悲咒时，又看到有人居然能背下楞严咒，敬仰之情犹如滔滔江水。楞严咒的长度可是大悲咒的6倍左右啊！一个刚看到楞严咒的人会觉得要背下楞严咒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可真当你背下楞严咒时，也会觉得这很平常。其实只要按照一些方法背下来也没什么难度。估计不少观看节目的师兄已经能背诵金刚经、地藏经了，甚至是楞严经、法华经。虽然标题写的是背诵的秘诀，但学佛讲究方法根器，最好的方法其实就是适合自己的方法。有的人拿着一个咒语一直念，这个方法在藏地是好的，但在汉地并不是非常适合，这和汉人的行为方式有关。佛陀也在许多经典中曾讲到讽诵大乘的功德，而除了讽诵，我们还需要能背诵下来。作为佛弟子，如果不能背诵经典，那实在是入了宝山空手而归。看看以前祖师大德带弟子，功课就是背经，厚厚的一本禅门日诵，这些是最基本的。本焕长老要求弟子背普贤行愿品，宣化上人要求弟子都能背诵华严经、法华经、楞严经。心中有几本经，一辈子都受用。因为背诵经典有2个好处，第一个好处，清净你的意根。佛经是佛陀自性的流露。什么叫做自性流露？用现代话来讲，就是佛经是告诉你念念回归生命的故乡，其他世俗文笔都是让你往外跑的，增加无明之见，就是法华经说的诸法细论之分，都是细论，犹如粪便一样。因为世俗的东西，新闻、报纸都会让你产生贪嗔痴，让你6根污染。而你背诵经典是让你清除粪便的过程，让你6根清净。有人可能会说，我都不懂得佛经的意思，背下来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太小看佛经了。佛经是佛的话，唯独佛和佛乃至究竟。我们一个凡夫凭着大脑的思维就想要完全究竟佛经的意思吗？那是不可能的。而且佛经是用来生命体验的，并不是用来理解的。佛经的每个字你去体验了，都有不同的感受。许多祖师大德开悟都因为佛经的一句话就开悟了。为什么？他体验到了境界。比如有个人，他看楞严经断句，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他断句成了知见立知即无明本，他就开悟。还有许多人念了法华经开悟，像智者大师在念药王菩萨本事品时念到此乃真精进，乃真供养时，入了法华三昧，看见佛在灵鹫山说法就开悟了。还有念到法华经如来寿量品，讲到佛的寿命久远劫，他也开悟了。这就是佛经的功德。第2个好处，背诵佛经可以清净你的色身。有的人刚学佛，念经时就要拉肚子上厕所，这就是色身在清净的过程。还有的人一念经就头晕，这就是色身不清净了。佛经好比甘露，不清净的色身好比装了垃圾的瓶子，甘露倒进去后就会起反应，身体就难受。等你身体不难受时，色身已经干净了很多。不过想要背诵佛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地藏经中曾讲到，背诵经典的人要忌酒肉邪淫和妄语，这些都是污染身心的。身心一污染，佛经的甘露就灌不进去了。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背诵佛经。此外，学佛最怕的就是用思维来衡量佛经。比如有的人习惯说这部经告诉你什么道理，比如地藏经讲因果，法华经讲成佛。如果你把佛经当成讲道理，那也太小看佛经了。佛经是一种生命体验，而且它还有救命的功能。如果有人有灾难，家宅凶衰，眷属分散，那要怎么办？你去念地藏经，念普门品，都可以消灾免难。很多有知识有文化的人就很难理解了，为什么念经就能消灾？因为每一部经都有它的护法神。华严经的护法神是龙王，法华经的护法神是各大菩萨，还有如天龙八部等。
地藏经的护法神是监牢地神，药师经的护法神是12药叉大将。这些护法神都发愿护持佛经，而你在持诵佛经的时候，这些护法神自然也会护持你，灾难也就顺带被他们抵挡了。明白了背诵佛经的好处，我们再来说说快速背诵佛经的秘诀。根据每个人佛经背诵程度的不同，我们可以将背诵秘诀分为以下8个步骤。第一步，还不会走路时，千万不要试着奔跑。在还没有熟读之前就想背诵，会严重打击你的自信心。所以在背诵之前，我们先只管读，而且你每天只需读3遍就可以了。像大悲咒这种比较短的，您可以早晚各读3遍。不要担心刚开始读怎么这么结巴啊，我能行吗之类的。记住，即使是楞严咒，您只要每天读3遍就可以了。切记是一次读完3遍，其他你先不要管。完成熟读的时间，楞严咒一般1个月左右，大悲咒一般几天至2个星期。第二步，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需要仔细分析咒语或经文，找出背诵规律。如果是咒语，就多分析重复的字句；如果是经典，就假想您自己身临其境，亲身在法会听闻释迦牟尼佛讲法。说简单点儿，您可以当故事来看，每一品是一个故事，每一段也可能是一个故事，然后把这些故事串联起来。在万佛圣城中，曾有一位能背诵楞严经和法华经的人分享过他的背诵经验，大概是说先用眼睛扫描，这样能有一个总体的轮廓，而且背诵的时候呢，最好旁边能有人听着，这样就可以随时指出背错的地方。第三步，熟读之后进入背诵环节前，您先得为背诵做一个简单的计划。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进入本步骤的前提是您已经完成了第一步，并且已经读得比较流畅了。如果是背诵大悲咒或楞严咒，1. 不妨打印出来。2. 计划每天背诵1段或几行，并标上具体日期。标到最后，您大概就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背完了。一般情况下，您实际的背诵时间会比这还要短。如果是背诵经典，您可以规定每天背诵1段或几段，或1页几页都可以。切记，每隔3天留1天复习背诵前3天的内容，这一条很重要，不要贪快记住后面的就忘记前面的了。此外，背诵过程中继续按秘诀1的方式完整读诵咒语或经典，遇到你已经背诵的部分，尝试一下是否可以背诵出来。还不能够完全背诵出来也没有关系，因为您在整个过程中只要每日坚持定课，自然慢慢就熟悉了。第4步，根据第3步制定的计划，每天晚上睡觉前花30分钟左右专心背下其中1段或几句。需注意，上述的时间是按照楞严咒来推测的，如果是大悲咒，时间安排10到20分钟就可以了。但是有几点关键点需要记住：1是睡觉前，2感觉差不多就可以，不要强求自己非要完全背诵无误。如果方便，白天花5分钟扫描一下晚上要背诵的内容，效果会更好。第5步，这一步特别重要，即第2天早上起床，第一件事就是复习背诵昨天晚上的内容。此外，大家要注意，第5步和第4步是不可分割的配套部分，也是背诵秘诀比较核心的部分。切记，这样做对强化记忆会非常有帮助。第6步，记忆时适当使用联想记忆。联想成生活中的一些东西更有助于记忆。联想可用于段与段时间的联想，或下一句和上一句的联想，可以从某个字的发音方面联系生活中的某个名称。善巧方便的联想对记忆有非常大的帮助，而且以后几乎永远不会忘记。第7步，了解您准备背诵的经咒的功德利益，感应事迹，这是激发您背诵的强大动力。此外，在准备背诵前或背诵过程中，不妨多看一些高僧大德的讲解，看一些和我们一样的师兄，他们有什么心得体会。第8步，在背诵前把您的愿望告诉佛菩萨，让佛菩萨加持您。学佛一定要注意自利、他利和法利相结合。前面说的主要是自利为主，
实际上，他力和法力对我们精进学佛特别重要，甚至有些师兄在修习某个经咒的时候，会梦到佛菩萨在他耳边念诵经咒，醒来后过目不忘，突然发现自己全会背诵了。而且，当您发心背诵时，说不定还感动龙天护法来随喜您的功德。很多师兄都会说一些修习体会，比如闻到异香、檀香等，甚至有天眼的人能看到天人在散发花瓣，都是因为他们在随喜您的功德，希望您更精进。因为随喜功德对他们也是有莫大的好处的。所以说，当自己决定背诵时，告诉佛菩萨您发愿在什么时间前背下什么经典或咒语，祈愿佛菩萨加持。以上关于背诵佛经的秘诀，希望对大家学佛能够有所帮助，同时也希望大家都能尽快背诵您经常修习的经咒，并能够早日定下目标，每日坚持诵持，不松懈一天。功课不在多，贵在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在时间允许下再考虑加修其他的经典或咒语。最后，希望更多的师兄能够精进学佛，弘扬正法，早证菩提，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于众生，皆共成佛道。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了，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